在2011年的 UFO 国际大会上，最精彩的一场演讲是对51区 S 基地总共5层全面的剖析，以及对 J-Rod 这名外星人的解密，非常震撼。演讲人 Michael 说，这次的爆料人叫丹布里奇，他是一名生物医学家。他声称8岁时曾被外星人绑架，22岁时突然有3位美军来访，邀请他加入政府的秘密研究计划。1994年，丹布里奇获得了51区 Q 级别的最高权限，因为他的工作内容是给小灰人 J-Rod 做医学方面的支持。他的工作区域是在 S 基地地下4到5层，工作主要是向 MJ12 组织报告。这里普及一下 MJ12。MJ12 是指一个由美国政府挑选的科学家、军事领袖、政府官员，总共12人组成的秘密组织。因为它可以深入整个 S 基地，后来再记忆一下，他画出了 S4 整个基地从地面到地下的整个结构图，一共有5层。地面1层就是之前鲍勃拉扎提到的那一层，这一层的安保措施非常严密，包括武装警卫、光学扫描，还有净身称重。从入口进门以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然后地板上有蓝红线条，是不同项目人员行走的路线，必须按照自己的颜色行走。这是电子实验室，这是推进系统实验室，这是档案室，这是简报室。长长的走廊，再往前走向下看就是飞碟仓库。第一架就是 J-Rod 乘坐的，代号 P45 的飞碟，是我们讨论过多次的飞碟。第二架和第一架长得一样，上面写着 P45 Possible ARV， 这是人类复制的飞行器。第三架是 P24， 是1947年罗斯维尔坠毁的飞碟，用油布覆盖住了。第四架 P52 猎户座飞碟，长得像蛋糕一样的飞碟。第5个机库是空的。第6个机库是一架基于罗斯维尔飞碟的复制品。道奇事件中的地质学家斯奈特博士也说过 F-22是参考这架飞碟设计出来的。道奇事件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说。第7架飞碟也被油布盖住了，是1953年在金曼坠毁的那架飞碟。第8架飞碟非常特别，是一架3角形的全黑飞行器。Michael 说这架飞碟没有任何舱门，表面材质非常特别，像黑色的汞，驾驶员可以像陷入黑色液体一样陷进去，非常神奇。第9个仓库是空的。再往前走，这是生化室，这是交流室，这是逃生房间，这是档案室和医疗室，这是厨房和餐厅。不同的颜色的桌子代表研究不同项目的人。红色的是伽利略项目，研究外星飞碟推进系统，就是鲍勃拉扎的那个项目。黑色是武器开发项目，橙色是窥镜项目，研究时间与空间的扭曲，主要是星门、空间、虫洞的应用。蓝色是水瓶座项目，研究人类与地外生物体的相互作用。这样就把不同项目的工程师分开，防止泄露机密。地面上只有蓝红线条，而没有黑橙线条，说明武器开发人员和窥镜项目人员的级别较高，不需要按照路线行走。这是 MJ12 组织成员的专属餐桌，这里有一段动画模拟了第1层的景观。第2层叫爱丽丝层，有一个3英尺高的爱丽丝兔子雕像。这个楼层设有武器研究开发室、3间会议室、紧急物资储备室及最重要的窥镜设备，它可以向前或向后扭曲时空。这是本来的时间轴发展，这是另一个时间轴，就是另一个平行宇宙。这个设备可以预测未来某个事件的各种可能性，将以图像的方式投射出来，类似于全息影像。左上角是虫洞的模型，当调整到一个特定的频率，它就可以被当作星门来使用。这个图显示了虫洞如何使用，把人或物品放在出发点，然后到达的地点也需要一样的窥镜设备。宇宙目前已经的有3个地点可以互相传送，一个是埃及的阿拜多斯神庙的地下室，一个是泽塔双星系，还有一个地点是在澳大利亚松树谷，一个美国澳洲共同运营的天文观测站。这个就是操作手册，但是作为虫洞使用的时候，并不是每次都成功，容易在传输过程中丢失。之前就发生过将人体传送消失的事故。那这一层为什么叫做爱丽丝层？小女孩爱丽丝被一只兔子带进一个神奇的仙境，这就像人类穿越兔子洞，去往一个未知神秘的世界。第3层主要是 MJ12 成员的套房，他们来到基地都有专属的套房，有文化室、分析室、研究实验室与治疗室。第4层又称水瓶座层，丹布里奇的工作区域就在这里，主要是消毒设备和无菌室。如果有人要见 J-Rod， 必须在这里进行全面消毒，然后穿上特制的防护服下到第5层。
第1层到第4层有电梯，但如果到第5层，只能从第4层进入。进入5层前，会再进行一次称重。第5层就是很多报道中提到的外星人的房间，也叫做安全屋。这层就是丹布里奇最核心的工作，治疗 J. Rod。这段影片据说是当时治疗 J. Rod 的影片。因为 J. Rod 无法很好的适应地球的环境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待在这个透明的无菌球里。无菌球直径52英尺，有机玻璃厚度只有2英尺，下面有一个升降机。J. Rod 和人类只需要使用心电感应沟通。丹布里奇是少数几个可以见到 J. Rod 的人，他主要是给 J. Rod 提供医学支持，因为他有基因缺陷病变，伴有神经方面的疾病，需要注射一种特定的药剂。丹布里奇每次就是提着这样一个金属公文包，里面有注射枪和药管，然后经过全面消毒后，穿生化服去见 J. Rod。丹布里奇与 J. Rod 其实是有相当多的深入交流，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再做一期节目分享给大家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层的模拟画面。以上就是被揭秘的整个51区 S4 基地从1层到5层的结构。关于这个 S4 基地，先后有鲍勃拉扎、比尔尤豪斯和丹布里奇的爆料，他们3人爆料的时间不同，也互相不认识，但爆料的内容却出奇的一致，而且一个比一个详细。看完这几集后，你一定还有很多疑问，所以我们还会有相关视频和大家分享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